我害怕我一旦尝试去触碰，我便会把对感情的抗拒强加在冲姑娘身上。若我不能完全放下心中的包袱，不能将一个完整的自己交付给她，势必会给她带来痛苦，对她造成伤害。既然如此，我何必做错误的决定？我明白了，可你得想清楚，有些人如果一旦错过，便会成为终生的遗憾。对于你，对于他，我希望你们二人都不要有遗憾。来。芷儿，穆远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伤着呀？我没事儿。好。穆远哥，崇火宫怎么样？大家怎么样了？大家都挺好的，只要你没事儿，崇火宫就算有再大的困难，咱们都能扛过去啊。穆远哥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我想回崇火宫。好，咱们现在就走。现在还不能走。此事恐怕公子说了不算。怎么，大护法成了公主，连说话的口气都变硬气了？你还是先想想，怎么洗脱自己的嫌疑吧。穆远哥，你真的成了公主吗？是。自从崇姑娘假死之后，你便立刻继任了崇火宫的公主。我派无命去试探你，就是想看看你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芷儿，那个时候，崇火宫内忧外患，情势所迫，所以无奈之下，我才继任公主。否则，我崇火宫弟子就会犹如一盘散沙。我后来便想，那就先暂代公主之职，也能尽快找到你。所以，尽快。纯姑娘生死攸关之际，你在哪儿？她为了躲避追杀，四处漂泊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我不过是随便试探了你一下，你居然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更快。看来上官公子的行事作风，竟是如此光明磊落。宇文公主的行事作风，也相当称职。今天芷儿要走，我便一定要带她走。她今日不能离开月上宫，那就过了我这关再说。乐意奉陪。够了！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林伯伯，远儿，我记得小时候，你性子沉稳安静，遇事临危不乱。可如今怎么沉不住气了？还有你，做事深谋远虑是对的，可怎么怀疑到远儿头上了呢？都是一家人，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努力，万不可再生出嫌隙了。是。芷儿，
你是不是也怀疑我就是崇火宫的叛徒？我明白了。其实别人心里怎么想，我根本都不在意。但你心里怎么想，才是我最在乎的。我现在就启程，回崇火宫，卸任公主一职，然后便离开崇火宫。这样，你就可以安心了。告辞。无远哥，崇火宫只有一个少公主，那便是你。你身上流着崇家的血，这便是你与生俱来的地位，也是你的责任。而我呢，也就是在你身边，帮助你罢了。无远哥，谢谢你总是在我心灰意冷、需要你的时候陪着我。谁让我是你的穆远哥呢？方才你们的对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之前误会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既然大护法这么在意崇姑娘的安危，想必也不希望她再次陷入到危险之中吧？公子想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你想带走崇姑娘，可她现在若贸然出谷，被江湖众人知道她还活着，那些为非作歹之徒定会再生杀心。她现在在月上谷，有我和林前辈悉心照料，定是安然无虞。大局当前，还望大护法齐心协力，待兵祭谱大会之日，崇姑娘再行出现，方是上策。没想到，公子是如此打算。所以，我们算是达成一致了。暂时而已。客方已备好，大护法早些休息。有劳公子。好熟悉的曲子啊！
心中伴随余生，如你伴我浮沉，任凭时光交错，不愿忘记前尘，却最怕天意弄人。午夜有风梦魂。公子，你是在担心宠姑娘吗？我今日之言，定是伤了他的心。早在仙山瀛洲之时，我就已经发现了宠姑娘的心意，只是我实在无法承担宠姑娘的托付。公子自己又何尝不伤心呢？若不伤心，怎会如此失落？曾许下白头共余生，奈何两情相悦，终究难逃命分。故事写入画本。崇火宫可有新的消息？还没有。当年崇业自刎。若不是林庄主站出来担保崇火宫，让武林人士不要再追究，怕是那崇火宫早就已经灭门了。我们灵剑山庄对崇火宫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的确，若不是师父极力作保，与崇火宫划清界限，保持中立的话，江湖各门派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虽说秘籍烧毁，已经证实了我与灵剑山庄无关。但崇火宫毕竟跟我是老相识了，秘籍又是在你手里被调了包，我这心里啊，总归是过意不去。都怪弟子看管不佳。哎呀，现在不是追究对错的时候，眼看就要召开兵器谱大会了，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找崇火宫的麻烦。哦，青梅，你速速赶往兵器谱大会，必要的时候帮崇火宫一把。但你要切记，崇火宫正处在风口浪尖，我们若大张旗鼓地保护他们，会有偏袒之嫌，所以你要暗中保护，不可节外生枝。师父您放心吧，弟子谨记在心。好。庄主，夏少侠自然是武功高强，但凭他一人之力，怕是寡不敌众。不如我和凤子一同前去，助夏少侠一臂之力。爹，女儿愿意同去兵器谱大会。青梅啊，你觉得如何？兵器谱大会高手如云，若是袁教主能够帮忙，再好不过了。好吧，那你们便一同前往吧。谢师父。谢谢爹。林伯伯，您留步吧。既然知儿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眼下这兵器谱排行大会马上就要举行，我还得赶回去跟弟子们准备去。好。穆远哥，我还是想跟你一起走。咱们不都已经商量好了吗？你先隐藏起来，等时机成熟了，你再现身啊。没错，害你的人一定会在兵器谱大会上有所行动，你还是以静制动吧。不然这样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先将弟子们带到东都，然后再来接你。那好吧。就不劳大护法了，我会送崇姑娘去东都的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告辞。师妹。还没启程，这么早就收拾行李了？是啊，
我跟师傅约好了，提前几日去东都转一转。东都？找上官通？算是吧。我就不明白，他一个登徒浪子，你怎么就对他念念不忘呢？什么叫登徒浪子啊？他是国师独子，我又是灵剑山庄唯一的大小姐，我们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。无论中间发生什么事，出现什么人，都阻止不了我们在一起。师父不会同意的。我不用我爹来管，更不用你来管。你给我出去！上官公子，春姑娘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此行去东都，一路上还需要你的帮助。不过你放心，等这件事情了结之后，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春姑娘，这是要与我生分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觉得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自己未免太可笑了一些。我背负着为重火宫正名的职责，可是自从离开重火宫，便步步为艰，连审9室被贼人烧毁，知道线索的王隐牙也被杀人灭口，整个武林都将我视作威胁。不过，这些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，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信赖的姐妹，竟然在帮着重火宫的叛徒监视我，甚至想要害我。上官公子，你提醒的对，是我把这个江湖的人心看得太过于简单了。对于春姑娘这个年纪来说，确实很难承受这么大的变故。不过，你启程在即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心中的芥蒂。毕竟，你仍然有我和林前辈保护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。不用了，上官公子。的确，自从我认识你以来，你处处护我周全，我也觉得很安心。可是我担心，我会依赖上这种感觉，也担心，一旦你离开之后，我就会变得畏首畏尾。你我之间的身份地位悬殊，你是当朝国师之子，是月上谷的谷主，而我是江湖人口中的妖女。我不想把我的负担带给你。无论如何，答应了林前辈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好啊，可是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不再保护我，不是吗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希望我们能彼此给对方一颗坦然的心。我先走了。
主人，公主回来了。她和谁一起回来的？只有公主一个人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元儿，你是一宫之主，你怎能一声不吭擅自离开？那，请爷爷治我的罪。哎，算了，你是一宫之主，我治你何罪啊？这次为何出去啊？我想着过几天就要举行兵器谱排行大会了，我担心在大会之上，江湖各大门派会刁难咱们崇火宫，所以，我去先行打探了一番。你倒想得十分周到啊，提早提防，有备无患。正是此意。这件事啊，我倒是有所考量。各大门派视我崇火宫为大敌，无非是想抢夺莲神九世。如今莲神九世已毁，他们势必将怒火转嫁到我们的头上。所以我决定退出今年的兵器谱大会。退出？崇火宫的兵器铸造技艺举世无双，各大门派口中喊着讨伐崇火宫，手里却用着崇火宫的兵器。面对这些虚伪的人，早就应该还以颜色了。再者，我们享受朝廷保护，为朝廷制造军械，他们能奈我何？爷爷，我认为此举不妥。在先前的英雄大会上，我已经答应过各大门派，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，在日后举行的兵器谱大会之上，我都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既然说了，就得言出必行。您一定不希望日后的江湖上传言说，崇火宫的公主穆远出尔反尔吧？再者说了，咱们崇火宫在这江湖之上，早已声名狼藉。既然我现在是公主，那我就有责任抓住一切机会，重振咱们的声名才对啊！你是公主，你既然执意要去，我能如何呀？记住了，要多加小心呢。哎，侄儿。二爹爹，侄儿要走了，路上千万小心。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傻丫头，回去好好做你的公主。二爹爹在这儿很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吩咐上官小偷。前辈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春姑娘的。大护法，你这么急找我们什么事啊？少公主的确还活着。真的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见到她本人了。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太过繁杂，今天就先不说了。记住，这件事情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，万不可让他人得知。还有，兵器谱排行大会马上就要举办了，为了避免叛徒的算计，咱们赶快收拾东西，连夜启程，前往东都。就我们4个吗？这月上谷的花，还若来的时候一样美。春姑娘若是喜欢，我让人包些花种带给你。不用了，月上谷的花，在我们崇火宫是开不了的。这次谢谢上官公子安抚二爹爹，我知道让你为难了。这好不容易送出去的烫手山芋，又绕了回来。春姑娘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这该说的和不该说的，我都说过了。今后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像我们初遇时那样，不挺好吗？往日无忧，但心境早已不同。上官公子，等这次兵器谱大会以后，我不会再烦你。你回你的月上谷，
做闲散谷主，我回我的重火宫。春姑娘，你果然懂我。公主，你不能带走芙蓉心经。谁说的？灰公主，这是宇文长老特意交代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带走芙蓉心经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公主。那公主做事情，需要向其他人交代吗？请公主息怒，我们只是遵照宇文长老的交代。如果这件事情出了任何后果，我自己承担。快点，大护法。姑姑，你带姑姑来干嘛？我是觉得姑姑她比较了解东都，说不定能帮上我们的忙。上次找秘籍的时候，她不就帮了不少忙吗？你觉得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？公主，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，而且乖乖听话，你就带上我吧。一路之上，你负责照顾好姑姑，有任何闪失，唯你是问。是。走。等等。大长老，芙蓉心经绝不能离开重火宫。为何？芙蓉心经是我重火宫仅剩的镇宫之宝，各大门派觊觎已久。若是有什么闪失，那我重火宫的江湖地位将永不能复。穆言保证，芙蓉心经不会离开我一步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宇文穆远，你敢忤逆宫中之长！爷爷，您知道他们拦不住，就别为难他们了。主人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带几个人悄悄跟着。公主若有什么事情，立刻处理。是。你们跟我走。这是惹娘子生气了。哎呀，我当了一辈子的摆渡人，见过船头吵架船尾和的，也见过小两口在上船之前是恩恩爱爱，可是还没到停船下船的时候，就恨不得把对方打入河里。哎呀，这时候的夫妻呀，就像这河水一样，至亲无余，永远分不出胜负。这女人呐，都是要哄的。公子可知晓啊？至亲无欲，我不过是个做官垂钓者罢了。有些鱼不在我的池中。那公子你在谁的池里啊？我老头子没什么学问，也不懂得你这话里的意思，但是自己的娘子可是要小心呵护才是啊！你瞧，你的娘子正是因为有你在她身旁，所以才无忧无虑，睡得多甜美啊！嗯。若真能无忧无虑，那就好。往事轻敲在拉窗，爱的
头失魂落魄也奈何。那独守轮回的人注定。你在梦里会见到谁呢？琉璃，少公主，你回来了。少公主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朱砂，我没事儿。你们大家都还好吗？一切都好，不是再好不过了。雪芝姐姐，他们都说你出事了，但我知道你一定能安然无恙。穆远哥，芙蓉心经我已经带来了，打算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让这个贼，当着江湖所有门派的面，还我们重火宫一个清白。江湖各派在东都的耳目众多，虫姑娘不易露面，我会带她隐藏在我的秘密住所，待时机成熟之后，再行出现。这件事情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纯姑娘，安全要紧。就剩下一卷秘籍了，还敢拿出来招摇？给我听好了，明天兵器谱大会，一定要把重火宫置于死地。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不过是一处长久无用的宅子罢了。上官公子不是在东都有府邸吗？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置办一处这么冷僻的院子？枝头凤凰和丧家之犬，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。人间造物兴废，凶藏吉，吉暗凶。万事早有准备，总是无害的。纯姑娘不用明白这些，你有大护法保护，总能万事无忧。上官公子不用小看我，我重雪芝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不管是穆远哥还是旁人。纯姑娘先在此处休息一下，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？你随意。放心，我去就回。听闻重火宫少公主的死讯，老衲深表遗憾。多谢大师。生死无常，一切皆是虚幻。3个月前，老衲答应在兵器谱大会上为重火宫澄清。我担心，明日兵器谱大会有可能开不成。为何？各大门派来参加这个会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盘算重火宫。到时重火宫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倘若真的如此，敢问大师，可愿意为我重火宫说句公道话？公主放心，无论他人如何认为，老衲定会言出必行。多谢大师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晚辈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
这是我崇火宫的秘籍《芙蓉心经》，晚辈一直把它带在身上，但太过招摇，所以晚辈心想，把它放在路端寺。阿弥陀佛，不妥不妥。恕老衲无能，让莲神九世遭窃。这卷《芙蓉心经》，路端寺万没有资格再保管。大师您误会了，在下说的不是保管，而是放在这儿。什么意思？崇姑娘现在是个已死之人，所以一定不能被别人认出来，否则不仅会引来杀身之祸，我们所谋划的一切也可能会前功尽弃。你要我穿这个？只有委屈崇姑娘了。兵器谱大会之前，你就是我的随从。你笑什么呀？喜欢吗？就是有点不习惯。诗中有云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算了，反正我现在什么样子，他也不在乎。偷练邪功，滥杀无辜，路端寺怎么出了你这种孽障？今日我就废了你的武功，让你从世不再作恶。莫远哥怎么样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自然是为了崇姑娘好。莫远哥，今晚之事到底怎么样了？偷莲神九世的人抓到了。那就好。春姑娘，快早些休息，明日还有大事要做。上官公子，明日之后你会去哪里呀？我自有去处。我每次问你行踪，你总是含糊不说。难道我在公子心中当真是一个纠缠不休的人？